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每周分享家庭美食。首先在这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今天给大家分享2种美食的做法，第一种是椰蓉的烤面包，第二种就是蒸出来的奶香盘丝卷儿。好了，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2款美食是怎么制作的。首先做椰蓉面包，在打蛋桶中先加入200克的高筋面粉、3克的酵母粉、10克的奶粉来增加面包的奶香味儿，20克的白砂糖，再打入一个中等大小的全蛋，最后加入大约90克左右的纯牛奶，然后放在厨师机上先打成一个面团。如果家中没有厨师机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肉松面包卷的视频。材料成团之后，加入2种材料，15克的黄油和1克的盐，紧接着放回到厨师机，直至把面团打出手模。打好之后的面团用手拉一下，薄薄的一层。后面的步骤就是我们先把这个面团简单的揉一下，把它放在一个保鲜膜当中，用保鲜膜给它包好，让面团大概的自然松弛10多分钟。做这一款椰蓉的面包不需要一发，趁着松弛面团的这个时间，可以来做椰蓉馅儿。椰蓉馅的配料是，首先在碗中先加入50克的黄油，紧接着加入20克的奶粉、30克的白砂糖。这个时候取来一个小碗，小碗中打入一个全蛋，把碗中的全蛋给它打成鸡蛋液。全蛋液打好之后，不需要全部加入到材料当中，只需要加入2/3，剩下的1/3留好，一会儿来刷面包。取来一个刮刀，用拌的方式把所有的材料拌均匀，搅拌均匀之后，材料中再加入50克的椰丝或者是椰蓉。今天分享的这款配料可以制作出4个椰蓉的面包，正好是家用烤箱1盘的量。所有的食材都在计划当中，一点都不会浪费。搅拌好的这个材料最好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下，10分钟、8分钟，让材料变硬一点，方便包入到面包当中。面团松弛好以后，我们给它取出来，手上要涂抹上一点点的油，防止沾手。把这个面团接着分成等份的4个小面团，分好小面团之后，把刚才放在冰箱里冷藏的材料取出来。这里材料就稍微硬一点了，把它也分成4份，每一份材料相应的包在一个面团当中，就像包山东大包子一样。包好之后，案板上稍微撒一点干面粉。一会儿制作面包的这个手法切一个特写，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因为这一步不太好解说，我就尽力的去描述吧。首先把面团擀扁，面积比手稍微大一点，然后对折再对折，折好之后不需要太使劲的用手去按压，取来一个刮刀，在宽的尾部给它切开，然后把切口外翻朝上，给它整理一下，整理的稍微好看一点。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放在烤盘里，我们的椰蓉面包就做好了。只需要用同样的步骤把剩余的面包也做好。做好之后，首先要醒发这款面包。这款面包不需要醒发太长时间，体积醒发到比原有大个5-6成就可以。然后取出来，把刚才剩余的蛋液刷在上面。之后可以撒一些椰蓉作为装饰。烤箱的温度设定是先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60，下火160，把面包放入烤箱的中层，烘烤大概15分钟左右，新鲜的面包就出炉了。这款面包的配料也是之前老爸在工作的时候用到的一款非常好的配料。简单改版之后在家里用这款配料去做这款面包，做出来的品质就像面包店里的品质一样完美。面包大概需要醒发20分钟，烘烤15分钟。这个等待的时间可以准备一点点简单的材料，可以再蒸一个奶香的盘丝卷儿。在等待的时间捎带手的又做了一款家庭美食，普通的中筋面粉300克，加入3克的酵母粉，再加入大约170克左右的纯牛奶。就这3种材料，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和成一个光滑柔软、不沾手、不沾面盆的面团之后，面团上盖上一个潮湿的笼布，醒发到体积翻倍以后，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用手把面团轻揉几下，让面团排排气，又揉回刚才醒发的大小。揉好之后，案板上撒上少许的干面粉，借助擀面杖把这个面团擀得更均匀，这样做出来的盘丝卷更筋道。把这个面团擀开，就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然后再擀开。大概按照这个方法重复5、6次就可以。如果家里有小型的压面机，那就很方便了，大概2分钟就能搞定。经过5、6次的反复的折叠擀开，把这块面擀成了长方形，然后在表面刷上一层薄薄的油。刷好油之后对折起来，按照这块面的大小可以做6到8个，所以在切之前先比一下大小，像切面条一样给它切开，但是尾部稍微保留一点粘连，然后抓着两头给它稍微一蹬，蹬得稍微长一点，然后沿着一边给它卷起来。卷好之后用手整理一下，把接口压在下面，不要让它东倒西歪。按照同样的方法，不一会儿我们就做了6个盘丝卷，让这个盘丝卷稍微醒发一小会儿，微微变大一点就可以。北方人吃面时比较喜欢吃有嚼劲、稍微劲道一点的，大概体积增加了有50%，取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才算醒发成功。我们用手指轻轻地按一下，如果快速的回弹，就证明醒发好了。蒸的时候凉水起锅，水开之后开始计时，蒸20分钟，蒸好之后焖3分钟就可以出锅了。好了，今天的椰蓉面包和奶香盘丝卷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去看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我已经备注在视频下方的备注栏。